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跟老朋友、新朋友见面。那就像 Roy 刚刚讲的，其实我可以先预告一下，大家参加这场活动对我而言重头戏实际上是在第2个小时。第2个小时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跟所有的讲者还有互相彼此之间对话。这个20分钟的话，我想要看到的跟分享的是我过去几年在一家还算蛮大、蛮有影响力的创新顾问公司 IDEO 有看到的一些关于创新的一些，要怎么讲呢？这比较像是大哉问吧。今天题目是设计思考与我们真的不合吗？那可是不要被设计思考这4个字误解，因为设计思考这几年在台湾算是还蛮热门的一个关键字。可是我们不管是上网，很多已经有点太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有很多书，有很多网络上有很多资源。那我们对设计思考的了解的话，其实仔细去观察一下，去上网看一下，可以知道这个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就比如说5个步骤啊，3个圈圈啊，不管是顾问最爱用各式各样的那种 framework 来讲一件事情，这些东西都是设计思考。可设计思考这个议题对我来讲，它这个真的不是一个 SOP。创新这个东西，第一个它不只是 SOP。我以前这张 slide 实际上写着创新不是 SOP， 可是我说真的，来台湾这一阵子，跟在大陆那一段时间，如果要大家完全一开始就了解这一个 mindset， 而直接开始发挥应用的话，完全没有一个规章跟脉络，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我现在就讲说，创新不只是 SOP。我们如果只把它当 SOP， 那就太可惜了。创新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黑魔术，像为什么国外的大企业可以把品牌，可以把他们自己的产品跟服务做到这么有意思，这样一轮接着一轮的这样子发出来，它其实背后总是有它的一些原因。因为甚至有一个 Stanford 的教授之前在跟我们讨论，就是很多时候他来了亚洲，他感觉到亚洲很多的不管是创业的人还是大企业，他们就想说我们要学国外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法。可是这种东西说真的，为什么人家做得出来，并不代表西方人比较创新。因为亚洲人、东方人，甚至回到我们华人的这个圈子，我其实个人我看到了很多创新，尤其推到我们老祖宗那一段时间，对不对？我们每次在讲说光荣的历史过去，发明纸啊，发明火药啊，毛笔字啊，活版印刷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文学创作，《镜花缘》《西游记》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产品。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没有西方人创新，可是这个是目前感觉到一个普遍的想法。那这要回到历史上面，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做事方法都是大概是回到那时候工业革命期间吧，那时候开始因为蒸汽引擎开始慢慢的有了这样子大规模的工厂商业的就是我们近代所认识的商业行为，工厂负责大量的生产制造这些产品，那我们就去消费它。那这样子的一种模式造就了我们目前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那西方世界对我感觉，他们已经是开始在努力的要挣脱这个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可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当然也有很多反思的声音开始了，可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环境，我们的一个目的性，不管是企业里面还是社会里面还是政府方面，我们的目的性都还是抓着这个之前的模式，之前曾经是一个大改变、大创新的模式，我们一直想要把它优化，做得更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流程，我们要很严谨的怎么做，一道一道的这样子 SOP 这样下去。我们的教育感觉给我们的不是，就是凡事总是有一个对的答案，我们永远是在追求那个对的答案是什么。
讲的不是直的，就是左的，不然就是右的。可是真的说在现实生活里面，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那当然会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习的方法、我们的教学的方法、我们考试审核我们学的好不好的方法。今天这个不是要批判说我们的方法到底错的对的，这个只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大量的生产符合这个过去的工业时代的需要的人才。说的有争议性一点，说的比较难听一点，我们的学校实际上是为了制造可以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而已。那这样子的模式真的可以就帮助我们面临未来的挑战，这个是蛮值得探讨的。那像这个 exploitation 跟 exploration 这两个字是那个 Roger Martin 他那本书。Roger Martin 他之前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那他现在是多伦多商学院的院长。那他的背景蛮有意思，他是一个很正统、很传统商业环境出来的人，可是他在态度里面，他是非常推崇所谓设计思考这种以人为本创新的一个专家学者。那这两个字其实 exploitation 它这个字其实下得蛮重的，因为这个是剥削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们现在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攻击血汗工厂啊，我们在那边攻击没良心的老板啊，可是他们说真的，他们做生意的这种传统的模式跟形态，最终的目的是不是就会走到剥削这一块？那这是我们要值得去想一下。可是用这个 exploitation 并不是说真的大家都在剥削员工、剥削劳方。可是他这边讲就是你这个 exploitation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传统做 business 的方法，一切都是要负责管理的。它这个模式成立是帮助老板们，帮助这些工厂的拥有者去管理他这整套的商业模式、商业行为。所以我们会很注重这个 process， 我们会很注重这个优化什么东西。我们做事的目的就是要可以把它大量化。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稳定，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可以预测的未来。这个是我们熟悉的环境，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对于这些商业的了解。可是这个世界其实最近越变越快了。如果大家多注意一些国外的发生的事情，就从茉莉花革命到现在美国金融海啸、茉莉花革命，然后现在欧洲整个经济体系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可以想象到传统的做事方法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是越来越行不通的。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老的人了，你已经在上一个世纪赚够了钱，已经退休了，你等着就花这些之前的资本来养老的话，你可以不用，说真的，你可以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了。可是我现在看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们未来的面临的世界是上一辈可能没办法帮助我们的，他们甚至就算想要用他们的经验帮助我们，都可能没有办法。那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所谓的新世界，就是 exploration， 一切都是发明创造。我们要勇敢的去试之前没人试过的事情，我们要去挑战那个未知，我们要有勇敢去失败的自由。那这整个世界将是有机的，它的未来的变化是没办法去真正的去把它量化。这个转变是越来越快，本身它是一个用轮回状的方法来进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说，那我们现在是面临一个正要大转换的开始呢，还是我们是活在一个太平盛世里面？速度会越来越快，那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会有各式各样的惊奇，我们没办法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 exploitation 跟 exploration， 它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是它相对的，它的价值也是比较低的。那 exploration 的话呢，它是比较长期的成长，然后它这个未来可能的这个价值是高的。这就为什么
台湾我回来的感觉，我离开台湾20年了，那大部分时间都在西部那边，然后尤其后来7年都在 IDEO， 在 IDEO 其实也换了蛮多不同种类的工作。我看到就是我们很妙的，就是我们这个环境，不管是哪一个行业，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像开工厂一样的方法来进行。不管今天是做文创，不管今天是做贸易，不管你今天是做制造业、代工业，我们大家做事的方法感觉都还是照着原来这种开工厂的模式来进行。那我们要思考的是未来需要的模式，未来会发生的模式是什么？那我们自己要怎么让自己准备好面对这个未来？那创新你可以讲说有各式各样的创新方法，有 trees， 有 design thinking， 然后现在有各式各样的 scenario based design， 好多创新的方法论。对，其实从在早之前有这种 Six Sigma 这种东西，当时也是一种很革命性的对创新的东西。但创新这件事情看多了看久了，对我来讲很简单，对的人加对的环境，把对的人放在对的环境里面，自然就会产生有创意的东西。这些照片是IDEO之前留下来的一些照片，这些都是我以前的同事。那我就回想到过去7、8年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看到的是什么？首先，对的人就是看为什么一个公司，为什么矽谷那边有那么多有意思、有创意的人？为什么IDEO还有 Facebook、Google 这样的东西，从以前早期的HP 和苹果，然后后来像近代的这个 Instagram， 那为什么会有矽谷那边那么多创意不断的产生？另外一件很妙的事情，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会跟各国的政府也有接洽，很多国家的政府都非常的努力要创造一个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创造一个矽谷。可是说真的，矽谷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复制吗？不管能不能复制，我们看看那边的环境跟人是什么样。那边的人我看到的，他们对事情很有好奇心。那今天好奇心，你可以用以人为本设计、人为本创新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好奇心是对周遭的环境非常有好奇心，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事情，我们都会去想说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东西如果给我们来做，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我们随时都在思考这样子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表面上是理所当然，可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些创意的、这些有创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乐观。乐观进取，我觉得这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在文化里面，我们把它归类成一个好事情。可是在做创意的时候，你更需要这样。你在搞创新的时候，你一定会面对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失败，有的时候甚至是周遭的人不见得支持你做这件事情。你没有一个乐观的态度，是很难去坚持下去的，你自己就会迷失掉你在走的过程之中。Prototyping， 勇敢去尝试的精神。设计思考现在大家在讲，然后台湾近期也总算把那本精实创业给翻译出来了，所以很多人会去看这些东西。精实创业、设计思考，大家都在讲一个精神，就勇敢去实验，勇敢去 prototype。我们的教育不是教我们这个样子，我们的教育是教我们非常努力的关起门来，自己把自己的东西做好，做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啪，你打出来给大家看。这个不是现实社会该发生的事情。现实社会你永远没办法一开始就做得很好。你这 prototyping 你怎么样用阶段性的把一个很空虚、很概念性的产品，一步一步慢慢的失败，慢慢的完成，把它做得精美的做出来。这是一个要不断勇于尝试的。甚至你这个想法，甚至是非常粗糙、非常烂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试。你不要想说我要把它想得很好，我要把它计划得很好，我再去做，因为这样子的话，你速度永远比不上别人，而且你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跟时间把你这个东西做好，那只是凭着你自己的经验跟尝试，对事情的解析跟了解，真正拿到市场完全不见得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你这样的可能会造成非常可惜的浪费。T-shape， 很多人 T-shape 最早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授开始讲，然后后来麦肯锡也在讲这件事情，然后还给大家讲，所谓 T-shape 就是你这个人
你的这个 T 的这个值的，就是你的本业是什么，你的专门是什么，你的经验是什么。谢谢。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去挑战，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知识突破到别的领域去？那另外一个非常怪的就是 have a point of view。point of view 就是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这些东西不是说网络上大家人云亦云，我就是出来骂什么东西，所以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这个 point of view 是跟随你自己所有的人生经验，因为你有这些特质，你有好奇心，你勇敢去尝试不同的领域，你勇敢去尝试失败，你的人生经验是很丰富的。有了这些丰富的人生经验以后，你自然会有一个独特的看法。我们不要整天再去挖说什么大师他们讲什么，大师他们的这个 point of view 都是他们之前做的事情来的。我们是应该去思考我们怎么样自己变成一个那样子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环境是什么？这个是比较像 IDEO 里面的空间文化到底是什么呢？他所有的团队不是用 BU， 不是说今天设计师一组，工程师一组，他所有的团队都是multidisciplinary， 今天做一个事情，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环境做事方法不太习惯这样子。Encourage pilots， 我们的环境会不会鼓励我们去做事情？它的环境，它这个公开，它是一个很公开、很明亮化的一个互相沟通的方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是可以彼此分享、彼此流动的。然后我们这个组织、这个环境是很容易去接受、去尝试新的事情。讲一下，简单讲，我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们的工业的会造成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设计思考这个人为的创新又怎么来的？50年代那时候，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的在地球绕行，进入那个轨道里面。这个事情代表什么？这个事情把美国人吓傻了。美国人一直觉得我们自己的工程能力是很强，我们的 engineering 是很厉害的。就今天居然被邪恶的共产党国家领先我们这一步发射的这颗人造卫星，他们重新检讨自己的 engineering 跟自己的所谓的相信的东西。那时候就开始在讲说这种创意能力。美国想说，我们还是有救的，因为我们有很棒的创意创新。那这个 Bob McKean 他是 Stanford 的一个教授，那时候他们在 Stanford 就开始做了很多关于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你要用怎么样用一个有创意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做事情。我们那时候甚至有在做一些这个药物不能够帮助人做到一些更 creative。那后来 Bob McKean 的学生 David Kelly 创了 IDEO， 后来创了 Stanford 的设计学院 D School， 整个设计思考这个东西的成型。那最后其实要讲的是，我那时候在台湾成立我 Pebble 这家公司，是希望把我过去在矽谷看到的一些创新的文化跟创新的特质带到台湾这个环境。那我跟了很多，不管在台湾还是在国外，我跟了很多人聊了这件事情。那其中一位，他这个 George Kimball， 他是 D School 的 CEO 吧，等于是现在 Stanford 设计学院的负责人。我就跟他在讨论创新文化这件事情，因为看久了，说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是一个文化。你有没有人才是一回事，可是我觉得文化是成立一家公司、创立一个新的组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就跟他讲说，如何创造一个创新，或者是可以鼓励人创新的文化，到底有什么的规矩？像我刚刚列了一些大概的一些条件，可是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有启发。他就说，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组织的文化，它真正这个文化的产出不是靠老板去规定出来的，它一个公司的文化真正成型是所有组织里面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决定这个组织里的文化是什么。那这等于就是把我一开始想说，我那时候很天真的想要想要设计出一个创新的公司文化。那他提醒我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我再多规定，比如说像矽谷，我们去看那各式各样的公司文化的规定，比如说礼拜五下午有什么骇客分享会啊，礼拜五下午什么，然后公司免费的吃喝啊，这些都是公司的制度、公司文化。可真正文化成型是所有的
的人在这个组织里面，他的行为就决定这个地方的文化。所以这就为什么后来会就影响说我在公司里面我会用什么样的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那这边也不用再多讲。最后，其实讲了那么多，我们可以很消极的看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我们今天之所以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我们从小生长的，从小时候非常早期是我们的父母，后来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很悲观的看这件事情啊，台湾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上网络的世界，可以看到很多不开心的人，很多的愤青在批判环境这个世界。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可是最重要的是，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不要和这个团队这个环境妥协。我们自己的未来是必须自己负责的。我们不管是你今天是设计师、是工程师、是任何各行各业的人，我们的未来是要对自己负责，没办法去找以前，甚至没办法去找以前的规矩。中国的崛起啊，这个世界永远都在破新的纪录，他们的那个成长率啊，他们光是过年返乡回家的人数，就是全世界、全人类历史以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集体迁移。他们光是每年返乡回去这个事情，每年就在中国发生一次，每年就在中国发生。任何的事情现在发生的，可能都没办法用以前的方法去走了。我们自己要当什么样的人？未来的挑战，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环境怎么样？当然有很多现实面的东西，可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那简单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